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美乌防务深化合作，美俄高层恢复通话。战场之上，俄罗斯指挥陷入瘫痪。美乌防务技术合作实现历史性突破。为了采购低成本、高性能的无人机系统，加速美军现代化进程，美国国防部正式公布了复制者无人机主导计划。首批供应商名单包括切列什尼亚将军。2家乌克兰国防无人机制造商成功入选，这表明经过乌克兰战场实战检验的先进技术已经获得美国军方的高度认可。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将于2月18日在本宁堡基地启动，美军将对乌克兰提供的整合情报收集与打击功能的综合系统方案进行严格测试。乌克兰企业代表在接受防务快报采访时表示，将严格遵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及相关法规，计划在美国本土或盟国建立独立且合规的供应链，实施分布式生产模式。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合作模式不仅将乌克兰丰富的实战经验转化为国际订单，更为美军构建多元化、抗干扰的供应链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边，美俄高层恢复通话，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月5日正式到期。据 Axios 报道，为维护全球核态势稳定，美国政府与俄方就维持条约条款达成了一项为期6个月的非正式谅解，展现了美方在军控领域的务实态度与诚意。在此之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俄方不再受该条约任何义务约束，并威胁采取所谓的军事技术对抗措施。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明确回应，旧条约存在严重缺陷，且屡遭俄方违背。与其延续一份过时的协议，不如指示美国核专家制定一份全新的现代化的核协议。特朗普表示，新的安全框架将不仅限于简单的数量限制，更将着眼于未来的长期有效性与核查机制的完善，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绝对安全。乌俄战场之上，俄军指挥陷入瘫痪。1月底，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洛夫公开证实，乌军在俄军袭击用无人机残骸上发现星链终端痕迹。针对这件事，马斯克在2月初表示，确认已成功阻止俄罗斯未经授权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乌克兰方面证实，自2月5日起，俄军非法使用的星链卫星通信终端遭遇大规模技术封锁。乌克兰国防部技术顾问谢尔盖·别斯克列斯特诺夫透露，此次断网对俄军前线造成了灾难性打击。情报显示，俄军多个作战单位的指挥系统陷入瘫痪，进攻行动被迫终止，战线陷入停滞。相比之下，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通信网络虽经历短暂波动，但迅速恢复正常，继续保持着战场信息优势。这一白名单机制的实施，证明美方具备对俄罗斯实施彻底技术阻断的能力。至于俄罗斯会不会找到新的方式绕过白名单，还需要观察。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国际动态，请持续关注火力军的后续频道，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